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新年好。今天是腊月29啊，今年没有大年三十，我不记得去年有没有了，好像也没有吧。呃，好像从现在开始，未来的5年都没有大年三十啊。为了这个事情呢，我还在 ChatGPT 上仔细询问了一下，中国的阴历呢是完全由政府去调整的啊，就是你不希望除夕啊，不希望有这个奇怪的声音发出来，不希望有大年三十的，就可以一直没有。啊，因为阴历本身的计算方式就很复杂，中国的阴历呢，其实最终或者叫农历吧，最终确认其实是由一个外国人确认的啊，他是汤若望确认的。啊，他呢结合了阳历，结合了中国的节气阴历，然后啊这个一起去修正了一次。原来呢都是钦天监他们去修正，现在呢等于就是由洋人去修正了一次。然后到解放以后呢，我们就是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实际上也就还是钦天监嘛。他们呢会去认真的观察观测了以后呢，根据月相，根据很多这样的东西去调整。调整了以后呢，因为阴历本身就比较麻烦，它有大月、小月啊，就是有的月是30天，有的月是29天。然后呢，因为月亮围绕地球一周啊，就是这个转一圈的这个时间呢是29.5几天。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是350几天一个月吧，350几天一年，所以它会闰啊。然后呢，但是它这个闰法又特别怪，它是15年7闰，然后具体闰哪个月呢？好像是按节气算的啊，就是你比如说正好这一个节气需要如何去分配，然后它就在这个月里头进行闰但是具体那个怎么算，想不起来了。然后这个当出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就是腊月就会变成29天。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未来5年呢都是腊月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年好啊，过年好！现在我们有30多个人，你们都点赞了没有？昨天咱们播到最后也就不到100来人啊，这个让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失望的。好，那今天呢，反正过年嘛，本来也没想着播，然后年夜饭也吃了，饺子也吃了。我们家的年夜饭呢是，饺子啊，然后是几个人都一起来上手包了饺子，然后吃了虾啊，吃了鱼啊，鱼呢应该是鲅鱼啊，然后吃了这个白菜炖粉，这个白菜豆腐炖粉丝啊，什么这种就属于完全家常菜了。对吧？然后排骨，然后是沙拉，大概是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你现在跟你说过年吃什么这件事儿，真的是挺难的了啊。这个因为你实在想不起来过年想吃点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呃，真劳模，哎，也没有了，就是闲着没事干，跟大家扯会儿蛋呗。这个大家反正看看谁没有好好在家过年啊，然后在这儿听我直播的，就是还是有问题的哈。所以老话儿有腊月三十儿才叫大年三十儿，是这样的。这个反正最近的5年吧，从现在开始往后都不会有腊月三十儿这一天了啊，就不会除夕啊。这个大家就这个稳稳当当在那儿待着啊。如果这个千秋万代的话，可能我们以后就永远跟腊月三十儿这一天就说再见了。新年好，新年好。这个对，新年好。对，讲一讲这个什么吧，这个 DeepSeek 吧，这个早上起来其实放了一期 DeepSeek 的视频啊。但是呢，做那期视频的时候，并没有想到，真的就直接把英伟达给带崩了，而且英伟达崩完了以后，就把这个，整个美股科技股全都给带崩了啊。现在应该没有在开盘吧，应该开始往上涨了一点，我觉得。昨天收盘，这个我现在还118块
5毛8，现在是，现在可能还是要稍微往上蹭吧蹭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其实是没有太想到的啊。怎么说呢？呃，不要再想说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使啊，这东西挺好使的，除了现在经常宕机之外，其他没什么毛病。对吧？我今天使 DeepSeek，一方面呢，DeepSeek 自己的服务器已经基本废掉了啊，就是完全跑不动了。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呢？然后这个我用 Together 上面的 DeepSeek，属于一半儿一半儿啊，有的时候能跑起来，有的时候就当了。而且这个，当了以后呢，就会直接给你报错啊，但是你直接 retry 完了以后，它应该有可能就会起来。所以这个东西确实还是好用的。上周 CNBC 上周五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全部出清了，连 CNBC 这样的媒体都知道了。其实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啊，这个，怎么说呢？就为什么我说他让我亏钱呢？因为我买了这个，富兰克林科技和这个贝莱德科技这样的这种，就是带有重仓的这个美国科技股的这些基金啊，所以，肯定是亏的。但是我并没有把这个账号打开看到底亏了多少，无所谓了，我相信这几天能爬起来了。为什么呢？其实，应该说 DeepSeek 还是会让更多的显卡有用武之地啊，并不是说 DeepSeek 上来以后大家就照着一条路走下去了，对吧？咱们可以举一个不是那么恰当的例子，就是什么呢？这个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国内有时候会传说印度人怎么算数学吗？对吧？会告诉你怎么在上画什么线呀，怎么乘啊，怎么除啊，然后怎么去把这个数学算出来，对吧？这个我记得以前反正每过一段时间会传这个事情啊，说印度人啊自古以来是这么算数的啊，就跟老外发现中国人会背九九表这个过程是一样的，对吧？这个突然发现哦，原来在另外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还有很多人啊，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这个怎么说呢？去算数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呃，但你说这个事情会对整个的科技行业有什么大的影响吗？其实不会的，对吧？大家想清楚就好了。这个你只是说哦，多了一种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怎么多试几次，也就如此了。那么对于像这个OpenAI 来说，说哦原来这样也可以，那咱们是不是多试几次啊？对吧？咱们把这些方法都用上，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嘛，对吧？对于谷歌来说，对于这个 XAI 呀，或者 Anthropic 呀，还有像Meta 这样的公司来说，那就多试几次呗，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吧？这个就相当于是他们发现哦，说你们原来还有一个这样的解题方法，对吧？那我也要把它用上。而且呢，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这种唯一的解决方法的话，你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变成唯一解决方法？就是说，它在某一个特殊的领域里头，迈了很大的一步，而且大家最后决定向这个领域前进，这个才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啊。如果是真的走那样的套路的话，那可能英伟达就真没戏了，对吧？因为达到同样效果，你所需要的显卡就非常少嘛。但现在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啊，很多的不太懂这个事情的人，或者说一些财经博主呢，说，哎，现在大家想证明这东西是错的，他骗人的，不需要证明这东西是骗人的，这个东西是对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工作的，这没什么问题，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需要看到说，哦，这个东西，后面是不是可以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把这种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融入到他们各自的服务里边去，这个事儿不就搞定了吗？比如说下面微软是不是可以宣布说，哎，微软云里头集成了 DeepSeek V3、DeepSeek R1，然后大家可以来用了，这就可以了，对吧？或者是亚马逊啊、谷歌云都喊这个事情，喊完了以后的话，那谷歌云、微软云、亚马逊云他们的股价就可以上涨，这不是什么坏事，对吧？你像原来 OpenAI 跟微软签的有独家协议，那么只有微软云可以用 OpenAI，那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优势。这个谷歌云跟这个亚马逊云都签的有这个叫谁来着？那个 Anthropic，对吧？但是现在谷歌云里不怎么用啊，Anthropic 应该是跟亚马逊云签了一个独家。
对吧？那么谷歌云你可以用 Gemini，Oracle 云现在就没法搞 ，Oracle 云搞了一个 Cohere，那以后说，哎，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跑这个 DeepSeek，这不是挺好的事情吗？那你跑 DeepSeek 这个东西，你就需要显卡呀，对吧？那大努力买显卡就好了，对吧？而且大家以后再去训练模型，我又多出一条路来。而且你要想清楚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像 DeepSeek 这种东西呢，其实更像是一种小镇做题家刷题刷出来的东西，因为它 R1主要用的是强化学习，就是它拿自己的数据，然后自己去训练，它不是这种人工数据去这个进行有监督学习无监督学习，不是这样的东西啊，它是强化学习出来的东西，做蒸馏做出来的这种东西。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其实就是他工作的方式就很像小镇做题家啊。这个小镇做题家，我们并不是说嘲笑这些人，就是这些人他们在我想应该怎么讲，就是他们在考试的时候确实好使，而且这些小镇做题家最后去做很多的这个实际任务的时候，做很多这个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强的，对吧？但是呢，这并不是唯一的出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只是呢，多了一条出路，对吧？那么多了一条出路，对于这个OpenAI 这样的公司来说，它就是每一次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会多训练一种或者多训练一步。那么这一步的话，一定是需要更多的英伟达显卡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怎么说呢？就像我们以前做菜，都是这个熬高汤啊，要熬很久很久的高汤，然后呢，这个才可以把这个菜做得多么多么好。哎，突然有一个人说：“哎，我发明一种东西叫谷氨酸钠，对吧？”这个熟悉的人知道，这个东西叫味精啊，谷氨酸钠。然后呢，只要搁一点点，你就不需要熬那个汤了，然后这个汤就特别特别鲜，对吧？但你觉得这个谷氨酸钠出来了以后，会怎么样呢？对吧？这个厨师都失业了吗？这个饭馆都关门了吗？对吧？只是说他们可以进一步强调说，哎，我这个没有用谷氨酸钠啊，我不放味精的，我接着用这个原汤去熬这个一只鸡熬3天啊，熬出来，对吧？现在最新的豆瓣大模型就在喊这个事儿啊，对吧？他说我没有用任何蒸馏数据，对吧？我就是完完全全自有数据生干的。对吧？这个事情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到现在为止，其实大模型很多的服务质量就已经像那道汤或者那顿饭一样了，就是大家评测不出来了，对吧？你完全就是一种这个感受了。那么在这种感受下呢，你最后其实是不是使用这个谷氨酸钠，还是使用原始数据的话，普通人是看不出来。但是你通过这种长久的使用或者底层的一些东西的话，还是会有差异的啊。所以呢，我觉得不用特别担心啊，这个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的。而且DeepSeek 应该是对整个的行业吧是有帮助的。我们也希望 DeepSeek 能够越做越好，越跑越快，对吧？这个还有什么呢？就是它最新出的这个图像模型啊，我今天也试过了，画的很烂啊，这个但是它的识别据说识别的很好。这块呢我还没试，因为 Ollama 现在还没有去公开这个模型。现在我是在硅基流动上试了，让它去画画。一个7B 的图像模型的话，画画就大家别指望了。但是它去这个什么，比如说它比 Flex 比什么那个 Stable Diffusion 都差非常远，对吧？这个表现力啊什么这块都完全没法看啊，更不要说跟 Midjourney 比了啊。这个据说解析的效果很好，这块等回头去试一试，大概需要过那么1-2天吧，所以不用太担心这个事儿。对，买了基金啊，对于英伟达不一定是坏事儿，因为这样允许个人部署有可能了。主要是现在的服务器87%的 revenue，需要转成个人显卡，其实不会是个人显卡，就是你最后还是，你想他那个玩意儿，估计应该也是 H100上训练出来的，所以最后应该还是 H100，对吧？而且可能这个谁，这个叫做 AMD 说，我这个 MI300我也搞定了，对吧？也就如此了。嗯。
也是年纪到了啊，今年突然想起56个民族啊，兴许更多，实际上就只有汉族过所谓的春节，其他民族我问了一下朋友，他们不怎么重视春节。想到马来西亚过伊斯兰的节日，同时也会过春节啊，作为法定节假日。想到现在电视全都是春节晚会啊，我现在不看春节晚会，我们全家都不看春节晚会，感觉是不正常的，因为忽视了其他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别人可能根本不在乎这个，比如新疆、西藏、这个云南、广西啊，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你在当地咱们去庆祝他们的节日呗，比如藏历新年，对吧？西藏也是要去庆祝的。至于说这些维吾尔族啊，这些穆斯林的话，他们过斋月，我们也可以跟着一起去庆祝一下，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只是比如中国90%几都是汉人，那让他们跟我们一块过春节，他们不愿意过就不过啊，我们也不逼着他过，对吧？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英伟达现在订货主要是 HBM 的服务器系列，所以昨天TSMC 也是暴跌，那么也就是盈利模式的大改变，其实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啊，还是会用很多这种东西的。这个我觉得后面还是要看，如果说在比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是比如迪拜吧，比如说我们跑到迪拜去整了一个巨大的英伟达的机房，然后请这个幻方说来咱们到这里来去部署吧，然后我们愿意把这个机房租给你啊，或者说无偿的给你使用啊，也可以这样，我们按租金跟你去分成，行不行？他应该也会乐意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故事吧，就是我们以前在盛大游戏的时候，盛大做游戏嘛，这个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全国各地呢访问盛大游戏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因为盛大做的是 MMORPG 嘛，你要上去砍人的，对吧？如果访问时间不一样的话，你可能这边一抬刀还啥都没干呢，就直接告诉你死了。那怎么办呢？就要到各地去部署机房啊。那么这个我们又没有钱啊，那最后我们就想出了一个什么方法？叫这个加盟啊，什么加盟方式呢？就是，你是当地的电信运营商啊，你自己手里有机房，你有机器，但是呢，你又没有这个项目可以跑啊，但是你就可以带着这些机器上我来加盟来啊，比如说你在迪拜啊，在阿联酋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城市里边啊，比如阿布扎比啊，你整了一个巨大的机房，然后呢，你这个机器都布好了，又不知道让它干嘛。你想布 OpenAI 吧，这个人家不给你布啊，然后你想去布 Anthropic，人不给你。那现在呢，就有 DeepSeek 了啊，那你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找 DeepSeek 的人啊，找这个幻方的人说来，你给我布吧，布完了以后呢，我用收到的租金来还你的 license 费用，这不挺好的生意吗？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那这个生意不一把就又活了嘛。然后现在，这个甭管是叫谁来着，甭管是这个英伟达也好，还是这个阿联酋啊、沙特也好，都可以玩自己的叫主权 AI 了呀，对吧？这开源的呀，咱们自己把它布上，对吧？布完了以后，我们也可以自己训练、自己微调、自己再蒸馏、自己再去改啊，然后你再去把这个叫什么各种的 RAG 什么都布出来，这不挺好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大家就可以跑起来。这个DeepSeek 这一次的发布呢，其实应该是开源界的一个大的胜利啊！大家记得上一次开源界的大胜利是什么吗？就是 Linux 啊，Linux 是一个什么样的巨大胜利呢？其实是全世界的云计算机房其实全是 Linux 啊，这个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咱们现在能够用到的4大操作系统，实际上是3大操作系统啊。第一个操作系统是 Windows 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第2大操作系统就是 Linux。第3大操作系统是什么呢？第3大操作系统实际上是 Unix 啊，是 FreeBSD，就是我们用的 macOS、iPhone，然后呢，这个PS5，这个叫什么 Switch 啊，什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 FreeBSD 的这个操作系统。然后这个安卓是 Linux 啊，这个 iOS 是 FreeBSD，这个我们现在其实在
大量的云计算机房里全都是 Linux， 对吧？它是开源的啊，大家就可以去用了，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巨大的胜利。那么现在 DeepSeek 说，哎，我开源了，而且我的效果很好，它不像 Llama 似的，Llama 现在效果还是不够好啊，距离这个 GPT-4o、GPT-4这些东西差的还比较远，对吧？那现在说我们开源了一个效果非常好的，能够达到 GPT-4o 啊、GPT-4这样能力的一个模型，那大家就部署呗，这个后面就会疯了一样部署起来。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是有好处的啊，就是对于所有这些卖硬件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Linux 火了以后，这些卖云主机的、云服务器的就都火起来了，对吧？这个 DeepSeek 火起来以后，大家相信好了，这个英伟达也好啊，AMD 也好，可能就都会起飞。英伟达的业绩和苹果不能比，但是市值太高了。其实是这样啊，就是苹果是一个挺重的公司，软件、硬件，然后再加上销售渠道，它全都得管。英伟达是一个很轻很轻的公司啊，就是它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而且呢，现在大家就需要这个东西。苹果呢，其实在这个 DeepSeek 起来以后，应该是利好啊，因为苹果前面我们讲过啊，就是苹果跟英伟达是有些恩怨的，他一直不愿意买英伟达的东西。他们现在很多人还在使用叫 M2 Ultra 去部署各种的云服务啊，部署这个 AI。现在呢，可能大家在期待这个 M4 Ultra， 如果 M4 Ultra 出来以后，没准苹果就完全可以自己用自己的芯片，是吧？把 DeepSeek 就跑起来，然后在这个开源的基础上再改一改，再调一调，这个事情就可以了，对吧？他就不用再求人了，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新疆的古尔邦节，当地机关学校也是放假的啊，这不挺好吗？甚至这种节日我都想去那里玩耍。所以昨天类似什么影响也是很大，大约41%啊。这个 HBM 哈，HBM 肯定是有用的，这个不用担心。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中美两国不要搞对立啊，把各种的限制取消了以后，这个英伟达就直接能起飞，对吧？你比如说川普哪天说，那买吧，中国人买显卡吧，那你看英伟达的股价能飞到什么地方去？对吧？这个是大家真正可以去想象的事情。现在越来越佩服领导力了哈，发明了 DeepSeek，这玩意儿跟他有啥关系？好疼你，哎，没有，咱们就闲聊两句呗。好吃的，好吃就是大脑多吃的一种美好想象，好吧？这个反正我觉得很开心啊。明天早上回娘家，所以东西都收拾完了，然后就跟大家闲扯一会儿呗，对吧？新年好，新年好，好吃的是大脑对食物美好的想象，哎，不要这么讲。这个北京没有什么放炮的，反正但是也有啊，不是说完全没有。像刚才我就听到了有声音，但是呢很少啊。机关高校放假，对，主体民族是汉族，这个倒无可厚非，是这样的。咨询一件事情，我一行代码不懂啊，全外行。本来想写个外服，这个叫什么啊？魔兽世界的聊天翻译器在拍什么时候？这个什么 filter 什么生成的代码让 DeepSeek 给我带一下什么少犯错误的指令，弄了5天，我觉得完成了70%左右，现在 DeepSeek 卡的不让用了，有什么替代方案？这个最简单的方式是用那个 Tree 啊，TRAE.AI 上面的都是用 Cloud 3.5 Sonnet， 而且是免费的，对吧？那个是由谁呢？由这个字节给你掏的钱补贴你的，你使那个呗，那个效果挺好的。老美的5000亿打水漂，还是得靠高算力。其实我告诉你，这个以后算力会越来越有需求，对吧？这个就跟你发明了味精一样啊，你发明了味精以后，这个卖锅的肯定会卖得越来越好，因为很多的人就可以在家里做饭了，而且做的还很好吃，对吧？这个，所以这些卖锅碗瓢勺的永远不会担心
这个我的锅卖不出去的啊，没别的事情，没别的事啊，上来祝贺老范过年好啊，你们都过年好，大家都过年好啊！硬件禁运的后续效应应该会是下一个5年体现，现在的成果都是前五年积累的啊，这个我觉得你就想多了啊，这个。硬件禁运这件事情，从禁运那天开始我就讲过啊，这个事儿就是纯扯淡。这个想禁中国人，对吧？中国人设计的，中国人造的，中国人偷偷的去运输，中国人在中间做各种各样的走私，然后中国人去用，然后你想在这个过程中去进行禁运，这不是扯吗？这个就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对吧？现在唯一能确定能够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这个阿斯麦的光刻机，你确实那么老大个儿，你弄不进来啊，这个是没办法。但是台积电现在其实也在大量的代工很多，他也搞不清楚是谁的这种初创企业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芯片出来，对吧？那么这些芯片最后到底去哪儿了？实际上谁也搞不清楚，对吧？台积电前面就说，哎呀，这个华为升腾 910B 下边都是这个台积电代工的芯片，对吧？是台积电给这个比特大陆代工的这个挖比特币的芯片啊，跑到这个升腾 910B 里边干活去了。那这事儿不是很正常的吗？那有多少号称是芯片公司啊？我是设计师，因为芯片公司就是设计师，大家设计完了以后就送到台积电去造去。那台积电造完了以后，可能我这儿留了一批，那儿留了一批，就流片嘛。流片完了以后，这种大的算力芯片不需要多少的，可能有个10万片、20万片到头了，对吧？这个可能一个型号也就这么多了。所以对于台积电来说，就是分分钟这个手指缝也就漏干净了。所以根本不要想什么各种的禁运啊什么这种事儿，完全是扯淡。老范春晚啊，对，算老范春晚吧，就跟大家闲扯一会儿，扯一会儿我也休息了。新年好啊，朋友们啊，这个是你们也新年好。孙正义要转投 DS，刚承诺川普5000亿投入，估计 DS 5亿就够了。DS 未必会要他的钱，因为后边换方量化，换方量化其实还是挺有钱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并没有传出啊这个深度求索嘛，这公司叫深度求索新的融资消息，对吧？这个呢是现在大家真正要注意的啊。如果过完年突然传出国资入股了，这事儿就比较讨厌了啊。如果没有传出类似这样的消息的话，那么就后面还有很多的机会啊，还有可以玩的事情。这个新年好啊，新年好！第二次赶上直播了，哎，这个还是龙年直播啊，今天是真正的龙年最后一天直播啊，今年是年29。今年对英伟达最大看点应该是这个，哎，它那个 Project Digits 我是完全不看好啊，这个一点都不看好啊，这个完全没用。有人买了送给我，我还是愿意玩的，但是你让我自己去买，我是绝对不会去买的。刚才说什么写外服翻译器替代方案，我完全没听懂。这个，请给我一个用 AI 搜索的几个词，我去了解一下。啊，这个你这样，https trae.ai。对，上这个网站，上这个网站，然后去下载就完事儿了，就不用想别的了。过年好啊！这个老范春晚，这个不能春晚啊，这个咱们闲扯一会儿要休息了，明天还要长途开车呢。哪个 AI 更适合写作网络小说的助手？我觉得做人设、做提纲、做这一块的话，可能像OpenAI 还是最方便的啊。然后但是里头内容的写作的话，我觉得还是通义千问前面那个啊，不是通义千问，零一万物啊，零一万物34B 那个就非常非常好使。
啊，这块还是很棒的。呃，老范，你说本地部署 DS30B，你的电脑啥配置？这个我是32B 啊，它是 DeepSeek，我看看我那个模型叫什么啊？这儿呢，看一眼，模型管理叫 DeepSeek-R1 32B 啊，这个我是这个 M2 Max 啊，这个 MacBook M2 Max 32G 内存，这个效果还可以啊，速度挺快的。新年好啊！这个为了这个直播，为了逃避春晚，我本来也不看春晚，晚上看春晚吗？不看，没什么兴趣啊。这个新年好是，我觉得中国的春晚最后不是因为春晚没做好，中国的春晚包括新闻联播最后是被智能电视干掉。现在大家打开电视了以后，都是一个安卓的这个平板，对吧？谁拿它去看电视？谁拿它看新闻联播啊？所以呢，整个的安卓电视或者叫智能电视的普及呢，彻底的瓦解了啊这个党的喉舌的各种宣传。完全封堵不可能，英伟达被反垄断调查了，估计最近也要解套啊，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可解套的，这个我觉得也就是大家相互之间去吆喝吆喝啊，这个你像黄仁勋不也在国内转了一圈嘛，在深圳上来，然后晃了一圈，最后从北京又跑掉了，对吧？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事儿。美股达子是反应过激了，这个我觉得倒不算反应过激吧，因为太多的量化交易在里头，对吧？然后你稍微的有一些风吹草动，大家还是会愿意把这种波浪做得更大一点点。这个被项目组优化了啊，中高级水平的开发找到工作都是外包，学外语去日本当开发咋样？去啊，没问题啊，赶快去啊！如果你现在日语已经写好了的话，我帮你去推荐去。新年好，能在这里听老范东拉西扯，应该都是对春晚深恶痛绝的，也不能这么讲，咱肯定是没有春晚唱的好听啊，咱就是来闲扯的，对吧？然后你们有什么这个想说的，都可以随时告诉我，啊，然后咱们可以来聊起来。DeepSeek 是拼多多界的，是 AI 界的拼多多，这个说法合理吗？呃，其实我觉得 DeepSeek 更像是这个 AI 界的小镇做题家啊，这个说法其实是更合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拼多多呢，它会把所有的这个环境都干掉。拼多多其实我们前面讲了非常非常多了，这个公司，对吧？它除了自己的这个砍一刀之外，它啥也不干，它不投资，对吧？然后也不收购，什么都不干，就自己砍，砍完了以后挣了钱接着砍，它是这样的一家公司。那你这样搞得再便宜以后，实际上对整个行业是有害的。啊，虽然我前面说了很多对它就是还比较喜欢它的话题，但是它对于整个行业是有害的。而 DeepSeek 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公司，对吧？它所有的代码、所有的论文、整个的训练方法都开放了，大家都在复现这个方式，这个跟拼多多完完全全是两回事儿，对吧？这个它是对整个行业有帮助的，而且 DeepSeek 是最后能够到行业中成为行业领航者或者是领航者之一，可以跟所有的行业的这些领先者一起坐下来制定新规则的人，他跟拼多多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从这个角度上说，完全两回事儿。实话，今年春节还有点意思，好吧，挺好的。看春晚听老范聊天两不耽误。哎呀，这个可惜没法跟大家发这个什么啊，可惜没法跟大家发红包啊，这个是比较遗憾的事情了。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儿跑的这个，
DeepSeek R1啊，大家不是感兴趣嘛，对吧？这个可以给你们瞅一眼，打开，什么意思？对，这儿开，这儿呢。你看我现在本地跑了这么多种大模型，这是我用 Ollama 装到本地的，能看到吧？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东西缩的小一点？对，缩的小一点，它的字应该就会大一点。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我觉得，这样是不是你们看到的字就大了一些？好，那假设是这样的一个新聊天，不对，我在哪儿换模型啊？这儿换模型啊，对，DeepSeek R1。那么好，那么我们比如说问他个问题吧，一个铁球从井口掉到井底用了12秒，请问井多深？如果井在赤道，时间深度会有变化吗？然后大家可以看看速度怎么样。这个是本机啊，这个是开始响了。今天老师布置了个物理题，反正挺啰嗦的这个东西，说是一个什么，并问井有多深啊？还有一个，如果井在赤道上，深度会不会有变化？那么他开始列公式了啊，然后9.8啊，G 是按9.8算的，那么算了一下，再除2，然后应该是705.6米，好像太深了吧？因为一般井没这么深，这个纯话痨，我感觉这东西有点不过等等，我忽略了一些因素，比如空气阻力下降的过程中受到空气阻力，那么还会更长，还是更短？如果其实如果考虑空气阻力，一般不会一直加速到这个什么啊，所以要比705.6米要浅一些，是的。然后接着是第二个问题，跟赤道有关的啊，然后就去算去了，地球自转离心力，然后怎么样啊？那么，它这个呢，就是要，哇，还把这个自转的这个力量算出来了啊，705米啊，和之前的差不多啊，这个稍微的小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如果在赤道上的话，刚才是705.6米，如果在赤道上是705米啊，要稍微的浅一点点。这不就是吭哧吭哧吭哧就算去了吗？总结一下啊，大约是705米左右啊，在赤道上稍小啊，然后稍微减一点点，那么结束了啊。你看啊，到这儿是思考结束，这不是一个斜线 think 吗？这是思考结束了。然后这后边的是真正的解答啊，前面是在这话痨想事儿了。然后后边是真正的把这个答案做出来。结论：景深这样，稍小。哎，看到了吧？这东西就是这么干活的。DS 好像开源的是本地版本和权重，想要复刻还要有训练集啊。它不是啊，就是它是开源是完整都开源了，就是完整的版本一把都开源掉了，包括它的所有权重、所有的这个训练方法都开源了。然后你如果想要去干这个事儿，你需要自己去
做这个叫什么来着？需要自己去这个可以重现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也可以直接用它的，这个没毛病。发红包可以用支付宝口令红包，哎，太麻烦了。这个它的自己的数据集并没有开源啊，这个它其实好多数据集，它告诉你生成方式了，它好多数据集是它自己生成的数据。苏期还有19周，DeepSeek 算是一种选择，而且还免费。是的，那么大家可能就在这条选择的基础上快速的奔跑。对吧？现在整个的 Linux 其实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个状态，有多少版 Linux，对吧？有这个乌班图，有 SUSE，有这个其他的还有什么很多很多的版本的这个 Linux 都在跑。那么如果 DeepSeek 能够造成这样的形态的话，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新的一年啊，恭喜啊，这个天寿是不添愁。感谢，我也试了本地版的 R1，DeepSeek 的 R1 14B 和官网的不能比，我感觉我们在官网上面的用的可能没有14B 啊，官网的好像是，官网的应该是600多 B 的啊，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模型。咱们使的14B 也好，这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它其实是用通义千问去微调的。就是 DeepSeek 也给出了这个方法，就是他拿通义千问的模型和 Llama 可能是3.3的模型吧，然后呢，用 DeepSeek R1生成了大量的微调数据，然后拿这个微调数据去微调这个通义千问的，比如说32B 啊，或者是什么这种东西，然后调完了以后呢，这个你就可以去使用了啊。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32B 其实是应该叫DeepSeek R1通义千问32B 微调版啊，应该完整的名字应该这么叫。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用了阿里的东西了。这东西现在能不能像 ChatGPT 一样生图啊？它有个生图模型，但是生图模型做的特别烂。这个生图，我觉得你还是老老实实 Midjourney 吧，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 Flex 啊，这个都还可以。如果你说我懒啊，那你用这个叫什么极梦啊，或者是用这个叫什么可灵啊，也是可以的。本地版本上2个3090，好跑点啊。这个或者 MacBook 其实挺好使的。感谢红包啊，非常非常感谢，新年快乐啊！是 ChatGPT 都有动态视觉了啊，相差108000里。这个我倒不觉得啊，这个还是会有一些工程上的东西。现在，就是它新出的这个叫什么呢？它新出的这个模型啊，就是这个图形模型的，我没有去试啊。就是它是2部分，它一部分是图形识别，它现在据说图形识别能力已经很强了啊。但是我还没有试，就是它从评测上非常非常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这个图像生成啊，图像生成实在非常烂，7B 的模型做图像生成是完全没法看的。对吧？那么这个如果它的图像识别已经非常好的话，那么这种动态视觉就已经离得不是特别远了。32B 的这个32，这肯定跑不了32浮点，32位精度这事儿跑不了的啊，至少16GB 显存才可以。对，像我估计是4或者8的 FP，这个我就没有特别研究了啊。MacBook 也是这个什么芯片？它是 M 啊，就是它是 ARM 芯片，应该是叫我是 M2嘛，M2 Max，现在最新的是 M4。感觉 DeepSeek 是不是跟鸿蒙一个套路啊？这个完全是两回事儿，就是它的内核呢，跟 OpenAI 完全是不相关的啊。而且现在就是西方也都在看这个东西，因为鸿蒙其实也是在这点是一样的，就都是开源的，鸿蒙自己也是开源，它有 OpenHarmony，就是西方完完全全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之所以你老觉得鸿蒙套壳呢，是因为在华为手机上现在还是就是双系统，就是连华为鸿蒙带这个
安卓在一起的一个系统，所以你老觉得套壳。而这个 DeepSeek 这东西它就是一个单纯的大模型啊，而且这个东西一上来开放这个全套的这个论文啊，大家就直接可以看了。DeepSeek，我是把我的问题和每次 fit 这个我还真没用过，生成的800多行代码都给他啊，这个不是这么干的，这个你这个干法就不对，对吧？你就老老实实的用刚才我说那工具就完了啊，或者你去花那个$20去买那个 Cursor 后面用的也是 DeepSeek 啊，Cursor 最新的版本就是 DeepSeek 的，它应该是自己布了服务器的啊，就不是用的 DeepSeek 官方的那个可能还能跑。反正现在 DeepSeek 的 API 基本上是已经放弃了。我现在在我原来的一些用 DeepSeek 的模型里边都改成用豆包了，这个真没法整。我喜欢用 ChatGPT 的语音啊，用来练练英语口语。希望 DeepSeek 出来后，ChatGPT 能降价。ChatGPT 我估计降价还是会的。但是语音这一块的话，这个豆包其实是很强的啊。就是你只要别去问他什么这个美国好还是朝鲜好这种问题，就是他还可以啊。但是你非逼着他当傻瓜，这个就属于你自己居心叵测了啊，这个就不对了。美国 App Store 上面下载的 DeepSeek 一样吗？这个我不知道啊，因为我在美国市场上下载 DeepSeek 实际上是被骗过的。就是下载完了以后啥都不干，上来先让你去订阅，订阅是1个月，1周可能是几美金还是几十美金，我忘了。然后我就直接给它卸载了，那个应该是个骗子。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正版的这个 DeepSeek 应用在美国的 App Store 上，我不确定。最后我是在中文的，就是中国区的这个那个 App Store 上去下载的啊，它才是可以用的啊。哎，我看看这个华为的应用市场里有没有，我这还有一只华为手机呢，让我去看一眼，跳过啊，DeepSeek，哎，有的，装一个，正在安装，对，哎，同意。红色的三棱柱，013，耶，哦，这样，再来一次，哟，这个因为刚才挂在梯子外面，这个他就不让我登录，说你这个所在的位置有风险。这叫红色的小圆锥，好吧？短信079136，对，再来一次啊，079136。当前设备有风险，用微信登录试试。当前设备存在风险，哎，这好奇怪！我在这个安卓手机上装了这个什么？为什么他老觉得我这个设备有风险呢？
那我就不跟他玩了。这个实在是太奇怪了。充上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众议院共和党问题会议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台湾制造的芯片征收25%到100%的关税，其中包括世界领先的这个好啊，支持他，这个川大爷很厉害。新年好，阖家欢乐啊！欢迎欢迎啊，应该是同喜同喜，应该是这么讲的吧？卡要涨价了啊，那涨呗，这不是挺好的吗？他这5000亿自己又可以收回这个5000亿回来。只有一个4060 钛 16G 啊，可以部署到本地嘛？你可以试试啊，这个没什么问题。你像我原来跑一些32B 的这种模型，在我这个3060的那个机器上，其实也可以跑，就是慢一点，不是跑不起来。刚刚在网上同样的问题问了一下 DS，copy paste 到 Word 里面数了一下，5005个字。哎呀，这个按 token 收费嘛，挺开心的，对吧？不懂为什么 Mac 好使，Mac 是 A 卡，不是啊，Mac 是他自己的卡呀，就是苹果自己做的这个 ARM 显卡啊，它不叫 ARM 显卡，就是 ARM 卡，它是 M 系列的 CPU 啊。直接问 DeepSeek 啊，他都认真，他都承认是透过 ChatGPT 做训练的。对啊，他用的 ChatGPT 的数据啊，对吧？它是这种蒸馏出来的好多数据嘛，它就没有原始，很多数据不是原始的嘛。所以一开始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味精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对吧？它是味精，它不是这个，最早直接用原汤化炖出来这个东西啊。一会儿吃饺子嘛，已经包了饺子吃到肚里了。如果领导一直试图指导我如何工作，并且会监督，但非常造成作业干扰，该怎么办？他给你发薪水，你就在那待着呗，对吧？这怎么办呢？现在只能劝大家苟啊，这个没有任何的其他方法。哎呀，什么声音啊？DeepSeek 什么原理用这么低的训练费用啊？就是它其实还是在 MOE 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工程学上面的优化啊。这个就跟这个你们老说，哎，比亚迪为什么能把东西造这么便宜，其实是一个道理，没有那么大的区别。它工程上就是给你省钱了。本来打算睡了，突然发现竟然有直播，意外惊喜。这个也没有了，就是大家这个春节快乐啊，没什么别的。现在大家都是在各个群里边祝这个春节快乐。我登上了，但是他绷不住了，好吧？这个现在上 DeepSeek 的人肯定很多呀。如果他现在依然可以坚持的话，那只能说明他前面说自己只有1万块卡这事儿，他就是个谎言，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绷不住了这个事儿是正常的啊。新年好，阖家安康，欢迎，感谢感谢。新的 Mac M 系列是自家的 GPU，不是 A 卡，A 卡是老款英特尔，对，是的，它是自家的 GPU。那个$500万的 V3不是 R1的训练费用，所以，大外宣谣言 R1的费用具体不明啊，是这样的。而且 V3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大家通过他们的一些对外公布的数据吧，就是说用了多少个2048块显卡，训练了多少时间，然后拿这2个数呢算出来的。啊，$557万，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数。
对，其实它所有的什么人工费啊，多次实验的费用啊，然后这个数据的费用啊，什么都没算进去。有人猜可能需要到2、3千万美金是合理的，对吧？而且呢，这还是说他没有藏显卡的情况。如果他真的有5万块显卡的话，那这个数字可能就还要再这个再多一些啊，它就是这样的。所以不要太在意这个550，就是500多万美金一次这个事儿。本地模型速度慢一点什么的都可以接受，就怕16G 连跑都不给跑，应该可以。你像我那个显卡才6G 的显存，有始有终啊！一年最后一天以直播结束，是的，这个我们就是跟大家闲聊一下吧，就正好是有这么一个有趣的话题啊。然后这个是，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DeepSeek 发展下去有没有可能直接部署在端上，比如 NV 的小开发版？这个其实不太，就是它你所谓部署到端上，就是像我们现在部署这种东西，它有1.4B 的啊，有7B 的，有14B 的，对吧？七 B 大概就能跑在手机上，但是呢，它7B 是什么呢？叫 DeepSeek R1这个蒸馏，然后去微调的通义千问7B，应该要这样的模型，对吧？就刚才我跑那32B 的，你们也看到效果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春晚一开始 DeepSeek 就不能用了，一直提示不好意思，和 DeepSeek 聊天的人太多了，请过一会儿再提出问题。哎，这个我觉得就算了，就别难为他了。他以后会闭源吗？应该不会啊，因为他是从一开始就开源，而且是所有内容都开源，连论文什么都一起开源掉了，对吧？这个，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件事，至少短期内应该不会吧，除非是，近期我们看到国资入股啊，国资入股以后就真不好说了。这个是如 DeepSeek 只是 GPT，开源的 O1做训练，哪儿来的技术基础追赶 OpenAI 啊？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对吧？这个你不能这么想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还是讲刚才味精那个例子吧，我觉得那个稍微合适一点啊。味精是谷氨酸钠，对吧？它不是用鸡做出来的，也不是用牛骨头做出来的，而你这个原来大师傅做菜是要用牛骨头炖汤，要用鸡炖汤的，对吧？你让大师傅做谷氨酸钠，他做不出来的。对吧？这个，但是你让这个做味精的人，你去调那个汤，他也调不出来，他就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路。这个里头呢，那你说到底有没有什么是一样的？你用了人数据，对，我们最后用味精做出来那个味儿，跟你用牛骨头做出来那味儿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就是中间一样的地方。你能不能理解清楚？说到底怎么回事儿，对吧？你不要觉得这个 DeepSeek 就是抄人家啦，就是用人数据啦，就怎么样了。那确确实实是一次创新啊，这个事儿你要承认的，不要轮到中国人你就这个老觉得这个有问题，中国人一创新你就开始这个这个浑身不舒服啊，没必要的。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中国人就不创新了，咱们确实是创新了，只是两条不同的路径而已。过年好。昨天 NV 都跌麻了，这个没事我觉得他们会涨起来的。该去抄底去抄底去啊，不用担心。只有 Mac 版，是的，只有 Mac 版。这个有没有其他免费便宜的方案？哎呀，这个我觉得你别免费了。你如果实在要干活，你就 Cursor 花钱，花20美金吧。而且这样 Cursor 前15天是免费的，你就用那个就完了。边缘设备早就可以跑模型了，是的。现在其实边缘设备都可以跑，像那个小米苏7上，
它是可以跑这个很多模型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语言模型都可以跑，因为它就是个大平板嘛。今天直播会坚持到12点吗？不会，聊会儿就可以了啊，你们不要太对我要求太高了啊。你们如果一直有话题，咱们就可以聊下去。如果你们也没什么话题想问我，那我也就差不多了，因为我想说的也说的差不多了啊。V3几乎没有价值，Gemini 和 GPT 豆包都比它强啊，只有 R1 有价值啊，这个还真不是。因为我呢，都对比过啊，Gemini 呢其实是效果最差的。啊，包括最新的 Gemini 2.0Flash 啊，这个效果其实在所有的这个就是你列举的这些东西里，它其实比较差。然后这个真正的第一梯队是谁呢？是 GPT 和V3以及 Cloud 3.5 Sonnet，对吧？这三个呢算第一梯队，就基本上是不分伯仲。然后这个里边的最大区别就是 V3 最便宜。对吧？基本上是不要钱的，就是如果你直接跟他聊天的话是不要钱的。然后呢，你如果是这个调 API 的话，它也是GPT 和 Cloud 3.5 Sonnet 价格的可能1/10，对吧？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然后呢，Gemini 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太工程师了，就是他太喜欢给你这个带上缩进，然后条条理理这个条理分明的给你去讲道理了。这个是让你觉得很烦的。而豆包呢，他的问题是太啰嗦啊，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其实豆包有点像我，就是什么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特别特别啰嗦，这块儿要稍微差那么一点点。所以 V3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春晚太难看了，还不如看老范直播。你都看了我的直播，不给我打个赏吗？国资来了就完了。是的，但这个有可能是啊。其实现在真正需要担心的只有这一件事儿。如果突然说国资入股了啊，这事儿就危险了。所以我们希望呢，比如说后边英伟达入个股啊，或者是比如说软银入个股，或者是这个哪怕是阿里入个股啊，这个事儿都是好事儿。但是如果是告诉你说国资入个股，这个就比较难看了啊。Jason NX 系列最大有64G，这个应该能跑70B，70B 的他们好像是要用128G 的才可以跑起来，但是我没试过啊，因为我手里没有，就是没有能跑70B 模型的机器。也同感啊，春晚真没看头啊，这个也别，咱还是春晚好看啊，这个不能乱讲。这个创新可多了，例如三折屏啊，三折屏呢，它也是个创新。啊，你不能嘲笑人三折屏，对吧？这个黄仁勋到北京的华为店里头看三折屏，还说哦好厉害，对吧？今天中国的 AI 上了日本的新闻，这个哎呀，问了2个问题号就被封了。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DeepSeek 这种开源的东西，日本人就赶快用起来就好了，这个没什么大的问题了。你像 DeepSeek 这种东西，川普都在台上在讲说，我知道中国人做了这么多东西，美国公司你们应该警惕出来，赶快竞争去啊，这才是商人真正应该去说的话，对吧？我感觉人类要进入新世纪了啊！这个不敢想象50年以后的世界，不用50年啊，5年以后咱们就想不明白。我用谷歌的 Gemini 编写什么啊？这个自定义指标也蛮好用的，代码有报错啊，再把报错的代码和错误信息都发给 Gemini 让它改。现在写程序写的最好的其实是 O1 跟 R1啊，这2个是写的最好的。O3我们还没见过，对吧？O1跟 R1是就是 OpenAI 的 O1以及 DeepSeek R1啊，这个是写代码写的最好的这个2个模型。但是写代码的模型现在其实还需要提升啊，这个最主要需要提升的地方是什么呢？是需要加入搜索啊，现在他们都是在离线的状态下写代码。老黄入股不可能，董王不把它撕了，哎，这个不能这么讲。你像这个，你比如法国的 Mistral，那老黄就入股了呀，对吧？这个很多他都入股了呀，或者比如来个中东的土王爷入个股，这事儿都挺好的。你入个股的，他就可以在中东那边去整事儿了啊。
春晚在 B 站直播啊，但是不敢开评论和弹幕，这就是怂了呗。陈瑞有点怂嘛啊，今天晚上人有点多。对，昨天我还开了一场直播，跟人去聊这个我一个朋友在新加坡生孩子的事情，对吧？就没什么人啊，这个也没办法。今天还是蛮开心的。AI 教父李开复的零一万物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梁文峰的 DeepSeek 起了个晚集，赶了个大早，怎么看？我觉得是这样啊，李开复呢还是老了啊，还有一个就是作为台湾人，这个有的时候还是不够狠啊，不够狠。这个李开复呢，这个岁数其实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技术官僚了啊。李开复是懂技术的啊，这个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搞不定了。而梁文峰呢，其实起的一点儿都不晚啊，他们从很早就开始做。这个现在其实很多做的很好的这些 AI 案子，你比如像梁文峰这个，他们应该是从16年、17年就开始在搞这些东西。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项目叫密塔写作猫，那个是我在15年投的案子，对吧？现在其实做的也还可以。对，你说的对啊，我想做翻译器，原因是 V3的 API 非常便宜啊，不便宜的到令人发指，怎么会让 Hello World 都不懂的我会想写软件？对，那你还是去买个 Mac 电脑吧，用 Tray 吧。Tray 我估计可能过了年以后会出 Windows 版本，但是我觉得写程序还是应该用 Mac。AMD 的新显卡跑 AMD 跑 DeepSeek 值得期待吗？其实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跑 DeepSeek 很多东西还是要用 PyTorch 啊，或者用类似这种东西吧，或者 Ollama，比如说我们用 Ollama 这块呢，这是 AMD 都是会上去给钱的啊，就是给完钱以后呢都能跑起来，但是兼容性呢都会有些问题，就跟以前 AMD 显卡跑游戏似的，都是会有些问题的。就是 AMD 在这一块上还是要比老黄他们差挺远的。你说 O1跟 R1的编程最好啊，那 Cursor 是不是和他们在编码方面不是一码事儿？Cursor 是 AI agent 啊，大家要注意，Cursor 里边用的也是 O1、R1啊，然后用这个4O，用这个Cloud 3.5 Sonnet，就是它的模型用的是这些。然后呢，他自己只是把很多的这些模型的步骤串在一起，做了一个完整的 agent，包括刚才我们讲那个 tree 也是这样，tree 里边用的是 Cloud 3.5 Sonnet，对吧？然后他自己做了一个 agent，把它串起来了。70 bfp32就要140 GB 的内存，跑一个 token 内存就要回加载重写2次啊，这个就别费劲了，这个离我们太遥远了。峰哥直播看晚会，这个笑死我了，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啊！这峰哥是谁呀？不知道。过年好啊，过年还不休息啊？这就准备休息了。你们都提醒我了，然后明天还要长途开车啊。聊聊周鸿祎和他的纳米 AI 吧。周鸿祎我是见过1、2次吧，然后还冲上去找他合了个影啊。这个我记得我当时还把跟周鸿祎的合影做成我们的封面。这个周鸿祎还在努力的做吧，这块儿怎么说呢？我觉得 DeepSeek 的出现对于周鸿祎啊，对于富盛，对于这些想靠做产品去制胜的这些公司的老板来说呢，都是好消息啊。DeepSeek 接下来应该会，呃呃，在应用上发力了吧？应该不会啊，DeepSeek 可能一直会去卷这个 AGI，一直会去卷模型，一直卷下去，啊，这块应该是他们的一个理想吧。因为做应用的人，其实后边就是周鸿祎啊、富盛啊，这些人会去做应用，包括像 Cursor、像这个 Tree，他们会去做。而且现在，哦对了，你们如果实在找不到地方使用 DeepSeek，有一个地方可以用啊，哪儿呢？就是这个豆包啊，Codes 啊，在 Codes 里头可以用，就是国内的啊，Codes.cn、Codes.com 是不让用的，Codes.cn 上是可以用 DeepSeek 的，这个还是挺好的。这个那要写代码 AI 的搜索能力，
我就把 GPT 退了，只留个写代码的 cursor，再加上DeepSeek 啊，是不是就足够了？Cursor 你$20一个月就够使了，它里头带 DeepSeek，直接可以用这个玩意儿。但是它是不带搜索的啊，这个我今天就出了个事儿，什么呢？我要去在我的系统里引入一个包，然后因为呢，他们这个 Cloud 3.5 Sonnet 是不能联网的，所以它就引用的那个包的版本是旧的，然后导致出了很多 bug，最后我就没办法，只能到网上去查，查完了以后发现哦有新的版本，然后我那个包的版本改了，然后就搞对了，对吧？它就有时候会出这样的问题啊。当然你说这种事情你完全不懂编程去给你讲的就会很痛苦。DeepSeek 会让懂王取消显卡限令吗？我觉得会有帮助，但是因为现在懂王上来，其实很多事情波诡云谲嘛，也不太好说，所以这种预测完了可能会被人笑话啊，今年到底会变成什么样？但是我还是这个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这个怎么说呢？憋不住想说啊，那回头我去录一期今年的这个大胆预测吧，回头扔会员频道吧。前段时间，中国各大能源厂商，给中国安全教父这个什么，这个新能源厂商啊，给他贡献了一批电车啊，这个现在送车啊，这个怎么说呢？挺好的，周鸿祎啊，但是周鸿祎呢，其实不算把流量玩明白，真正玩明白的是雷军，对吧？他卖的东西是 to C 的产品，周鸿祎呢在 to C 这个领域里头名声很臭，他现在呢想去做 to B，然后 to B 这个东西你去刷名声这个事儿其实是没有用的，而且有时候适得其反。周鸿祎只是自己喜欢啊，他就去刷去了，他其实不太应该干这个事儿。别这么说，A 卡跑游戏现在也有问题，每次驱动更新都准备吓尿。是的，这个因为我好长时间没用过 A 卡了，我以前有过一个 A 卡的笔记本，反正挺烦的。长途回东北嘛，啊，这个不是东北的啊。这个祝老范和各位新年快乐，睡了啊，早点睡觉，早点睡觉。我个问题啊，要建个物业管理插件，想在 WordPress 上跑，有什么写代码的 AI 平台可以，用来开发吗？你为什么要在 WordPress 上跑呢？这个好奇怪，这么古旧的这个版本，这个我建议你还是，整一个这个有一个东西叫 Astro 啊，ASTRO 啊，Astro 应该是一个，也是 Node.js 上的一个插件，在那个上面会简单很多。还有一种呢，就是 Next.js 啊，那个东西也还可以，或者是 Flutter 啊，Flutter 其实挺好的，这个但是我真的不建议你用 WordPress，这个因为 PHP 还是挺烦的，我是不太喜欢用 PHP，虽然我能写一点点 PHP，但是非常非常不熟练，Flutter 比较好玩，呃，开发个物业管理插件啊，这个不是 Astro，ASTRO 啊，Astro。这个可以去试，但是，WordPress 插件，你如果对 WordPress 插件很熟，你就用了，这个就当我没说过，因为大家还是挑自己熟的用，这个 AI 开发工具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反正 Tree 挺好使的啊，然后 Cursor 也挺好使的。至于 Windsurf 的话，因为我没试过，所以在这里不妄加评论。好，那么今天美国开盘嘛，这点儿是不是还是应该开盘的？这个现在这个是涨了是跌了？谁帮我去瞅一眼？这个英伟达到底什么情况了，对吧？然后咱们看了以后，咱们在这个结束直播。感谢打赏。应该美股这些天都开盘吧？还没开。
那盘前呢？盘前现在算微涨，因为我刚才刷这个好像是开始在往上飘了，开盘前涨了三点，这个是多少？现价是125。美股股指期货周二盘前涨跌互现，特朗普表示要征收更普遍的关税后，美元升值，半导体股有所反弹，英伟达涨约5%，博通涨约3%啊，挺好的。刚刚1个小时之前看的啊，挺好。我妈看春晚的，我瞄了几眼，果然有几个小品主题是县长是好的，下面把事儿办坏了，这个算传统吧？当然了，咱们是永远只是清君侧，但是不能斩昏君嘛。现在看的是对这个，咱们等着看呗。现在盘前是加2.94，刷新一下。啊，是盘前在涨啊，这个，所以我说昨天跌了以后，你们如果谁抄了底了，还是挺好的。堂会就没必要看了啊，是，盘前121.7毛6，是，咱们就慢慢等呗，这个看看明天早上起来这个，英伟达变成什么样了啊？能不能这个过年休息几天啊，把我们亏的钱给我们挣回来？好，那么大家新年快乐，蛇年快乐啊！咱们就休息，就到这里吧。然后未来几天就没有节目了，我应该至少是3到4天啊会停更。所谓的停更呢，就是不会准备正常的节目去播出，但是如果网络允许，然后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又没什么事儿的话，咱们就不妨像今天这样拎出来闲扯一会儿。到时候就可能也没什么主题，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就跟我说就好了，然后咱们就一起来讨论啊，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好，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再见。